90后回村陪爷爷奶奶生活有多快乐？早上推开门就能看到一片向日葵，聆听着小鸟的歌声。废话不多说，来看今天的影片。90后回村陪爷爷奶奶生活有多快乐？早上推开门就能看到一片向日葵，聆听着小鸟的歌声。奶奶在发呆，她说今天自己穿的衣服，开始做早饭了，准备做一个土豆饼，用我拙劣的刀工把它切成土豆条，加盐加水泡一会没看见奶奶又跑去砍树了，真拿她没办法。爷爷说不要去拦她，她想干就让她干吧。昨晚还有白粥没吃完，再煮点空心菜来凉拌，土豆加调料，面粉搅拌，开始下锅炸。一顿操作，我真觉得自己会了。这一翻面更让我觉得成功了，不出意外的糊了。土豆饼失败了，重新热了白糖包子。去地里找，果然在这里。他每次干活必须干完才愿意回来。弯腰走过玉米地，抱了点姜猪草回来，鞋上沾满了泥土。准备开饭了，奶奶自己就乖乖地坐过来了。回家后真的越吃越多了。给旺财吃的咸菜腊肉泡稀饭，吃的可香呢。吃饭5分钟，收拾2小时。每天不知道哪里来这么多碗要洗啊？有啥办法不用洗碗？爷爷又准备去给玉米地里刷除草剂了。奶奶今天竟然知道主动吃药了。今天打算穿裙子，上衣太短了，有点不习惯，还是选择这套舒服点的。圆圆的脸蛋，太阳太大，爷爷就回来了。奶奶又是闷闷不乐的样子。今天中午吃4G 豆空饭，家里最近4G 豆猛涨，根本吃不了。我说叫爷爷加点腊肉，他说空不熟，等下他咬不动它了。看爷爷认真的模样，看了又看，研究的可仔细，7、8成熟捞起来，剩下的煮成了白粥。这米汤也很安逸。靠4G 够了，最高端的食物往往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，盖上米饭，小火煮熟。去仓里装了点包谷心来烧火，这火候如何？邻居家也在煮午饭了，他们在煮包谷羹，哈哈。4G 豆空饭好了，如果有锅巴就更香了，加点酸菜起来绝配。还有妈妈上次回来泡的竹笋，有一段时间没吃酸菜了。旺财一直在舔我的脚。吃完饭，爷爷就被同事叫去上班了，哈哈。每天有超级多灰机经过，晚上睡觉天空都是轰轰轰的声音。扛着灭蚊拍去厕所，干一件我想了很久的事，这感觉别提有多爽了，太解压了。需要解压的可以来我家猪圈体验。都闻到烤肉味了，哈哈。奶奶起来了，给她看看。她很好奇地研究了起来。带奶奶去看了地里已经背娃娃的玉米，小时候还给她扎辫子。奶奶开心的比耶，又开始喂我的过年菜了。早早就趴在这等我了，好像比之前看起来大了一点。爷爷回来了，爷爷可勤快了，回来又准备去地里干活，被我拦下了。晚上奶奶说要热饭给我吃，她现在每一句话每一个操作都在我的意料之外，就像是重新带一个孩子一样，每天探索新事物。波波，拜拜，明天见。农村的生活，吃的东西看起来都好健康啊。
在农村花不到30元请家人吃顿全鱼宴是种什么体验？昨晚我俩吃完火锅，桌子都没收进来。本来打算今早直接在外面煮面条的，结果谁知道半夜开始下雨了。吃完早餐，弟弟就收拾工具去干今天的正事了。电动车马力不足，坡太陡，所以我走路上来的。不仅来蹭舅舅的鱼塘，连鱼饲料也是蹭的舅舅的。今天能不能吃上鱼，就看小老弟的了。本来想去给他撑个雨伞，结果看到下面有条屎鱼，就想整蛊一下我弟。钓了2小时，桶里就2坨粑粑，于是转换了位置，提上工具去找他。一来就开始上鱼了。本来打算钓到1条就撤，但是人总是不容易满足的。是条小鲤鱼。换了位置之后，几乎每甩一竿都能上鱼。刚开始我都不怎么会网鱼，每一次都扑空了。幸好我弟的鱼钩给力，不然我今天要挨骂了。又是1条。是条黄色尾巴的鱼，我弟说叫3道鳞，没有什么刺的。没想到小小年纪认识这么多品种，我都还是第一次见。再掉下去，我弟都要开鱼塘了。来看看今日收获吧，一共钓了7条，有8斤重，但是花费0元。我还是第一次处理鱼，先把它敲晕，然后再破开鱼肚。我提前看了视频学习，剪掉牙齿和鱼鳍，从最刚开始的害怕到后面得心应手。其实克服恐惧后发现也不过如此。这些配菜大部分都是昨天吃火锅剩下的。准备弄1条来做烤鱼，先给它改了花刀，再吸走水分，撒点淀粉。大家都知道我厨艺不咋地，但是我也在努力学习，希望能给家人做更多没吃过的美食。这鱼煎着煎着就劈叉了，但是也比自己预期的好太多了。调料直接用的火锅底料，所以今天这顿鱼就只花了点配菜和调料钱。你们觉得算成功了吗？剩下的鲤鱼做一锅麻辣鱼，有了第一次煎鱼的经验，后面就越来越顺手了。放到锅里面焖煮一会，差不多了，放配菜。旁边还煮了一锅米饭，叫了姑姑他们一家人下来一起吃。没放完呢。最后把这条3道鳞用来清蒸了，但后面油不够了，也没蒸鱼适宜，就用酱油代替了，可能味道不是很好。表弟还带了只烤鸭。经过肖师傅忙碌的一天，终于在晚上7点吃上了午饭。但是还好有不扫兴的家人，他们一直夸赞我的厨艺有进步，被认可也是一种幸福。3道鳞一般指的是镜鲤，又叫镜子鱼，我好像没有吃过。相差13岁的留守姐弟在农村生活有多快乐？首先，咱们一人镇守一栋别墅，早上起来先礼貌性问个好，一拳定今天谁当佣人谁当主人的游戏。
这是我们家唯一存活下来的青菜，隔三差五用人工排泄物浇灌而成的。再来鸡窝取2个新鲜出炉的鸡蛋。弟弟负责煮早餐，我来把我手下的员工喂饱。每天都要管理这么多员工，还是有压力的，总有些迟到缺席的。今日份早餐，胖臭的螺蛳粉。爷爷奶奶不在家，我俩都不想上桌吃了。吃完早餐就去街上签收我的项目了。1号项目接头成功，2号项目还需要我审批。骑小毛驴真的太冷了，大风吹得呼呲呼呲的。给我的1号员工又买了套新衣服，回家后他的衣服基本都是我在网上买的。给奶奶也买了厚衣服，但是还没到。这应该是香果冻，开始准备今天中午的口粮了。其实现在已经1点多了，我俩在家就是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吃。这个刀切着很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磨刀，你们帮我看下对不对？中午准备了好几种食材，打算做电饭煲包饭。弟弟已经淘好了米，没有电饭煲就用高压锅，加了家里有的调料和匀，然后把这些食材都加进去。颜色看着就很有食欲。用高压锅很快就好了，煮的时候就已经飘出香味了。给旺财也整上一碗，我弟还以为我给他盛的饭呢。他没有手机玩，只能边看电视边吃。吃完饭就开始给我装鞋柜了。看这只母鸡竟然站着把蛋生了，小心翼翼的，好怕它啄我。弟弟很快就把鞋架装好了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，比较简陋。然后拿上工具和树苗出去干活了。这是爷爷出去前没种完的苗子，他交代我们找些空地种了，不然等他回来就要蔫掉了。我挖了几锄就累得不行了，剩下的就交给他吧。我也不知道种这个有啥用，反正爷爷种了好几次了都没存活下来。最后我们偷懒也没种完。回去路上看到红薯，他说挖点回去烤着吃。结果这一锄头下去，我还以为没挖对地方，不敢相信竟然这么小一个。你怕谁追吗？他不甘心又挖了一窝，还是没有。看来今年的红薯收成是没啥指望了。晚上他约了去同学家玩，每日召唤员工时间到，吃饱喝足还不愿意进圈睡觉。完了，好像少了一只。农村里有许多的留守儿童，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，或一方外出务工，另一方无监护能力，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16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。26岁孙女独自一人，第一次带73岁爷爷奶奶出门旅行。当我提出要带奶奶出去玩，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。但是在出发前一晚，奶奶还是早早冲好凉，洗了头，笑得特别开心。然后开始翻找自己认为好看的衣服，一件件翻出来，问我穿哪个出去好看。她特别的期待着第二天的到来。第二天一早，奶奶就背好包包演练上了。爷爷也提前把家里积压的伙食准备好了，约好车出发了，来个合影。奶奶还在担心门锁好没，曾经那个社恐不敢出门的小女孩也长大了。到了，爷爷奶奶好奇地打量着一切，第一次带爷爷奶奶吃自助餐，告诉他们要吃什么拿什么。看着奶奶不知所措的模样，满是心酸。相对比奶奶的小心翼翼，爷爷的行为就显得很落落大方。先给奶奶打了米饭和银耳汤，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，但是却是爷爷奶奶70多年来的第一次。看爷爷奶奶吃的还是很开心。开始投喂中，有飞。爷爷一直望着对面桌的刘海，那我必须让您拥有它。然后教爷爷怎么切就可以。爷爷的动作虽然显得有些笨拙，但是他切出来的第一块却给了奶奶。
那什么，当然我也有，还是一大坨，最后都吃光光了，没浪费。帮奶奶擦手擦嘴，走了去下一站。看我的社牛爷爷，我都不敢进去，总觉得商场的很贵。来办入住了，沟通能不能安排一间看到飞机的房间。第一次住酒店的奶奶，对一切都很陌生，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让我心疼。进来后第一反应就是，哎呀，还有这么好的房子。整个房间从上到下打量了一圈，可能在很多人眼里觉得很差。爷爷问我住酒店要多少钱？100块钱。因为奶奶的身体不能坐飞机，所以特地带奶奶来看看飞机。她其实在几个月前就说过也想坐飞机，那时候我说再等等。午休了一会，奶奶说想去坐哪个车，说干咱就干。爷爷好奇的眼神从一起看着这错综复杂的线路，我的内心是害怕的，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，教爷爷奶奶如何刷卡。此刻的我像拥有了全世界，或许能被人依靠也是一种幸福。这也是爷爷奶奶第一次做情侣。看我这时候真的很幸福。来逛商场了，奶奶说想要那个气球，后面去买又不要了，让奶奶帮忙拍视频。爷爷出门必购物环节，那肯定要满足的。来吃晚饭了，点了3菜1汤。奶奶刚刚差点抱着这个壶就喝水了，现在她很多行为都出乎意料，所以需要更多的耐心。吃饱了，准备回酒店，买一点水果回去。换鞋洗漱，给奶奶带了防滑拖鞋来。洗漱完把水果洗好，慢下来享受属于我们的幸福。这一刻或许就是我长大的意义。看完这个，有点想流眼泪呢。旅行的意义或许在于陪伴，带着自己的家人去自己去过的地方，看自己看过的风景，何尝不是一种幸福？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了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！